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正当我在台上讲解着公司的下一步发展规划以及新产品参数要求的时候，苏嫣带着她前男友来了，丝毫没有打断会议的自觉，直接就来到了台上，连个眼神都没给我。介绍一下，这是公司刚刚聘请的副总刘强，以后公司大小事务都由他来处理。介绍的时候，两个人手挽着手，丝毫不避讳我这个男朋友。所有的同事都惊呆了，因为公司的副总现在就是我啊！所有人都知道，没有我，苏嫣的公司早就破产了。苏嫣，既然如此，我付出的要全部收回。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听到任命的时候，我愤怒地拍了桌子。苏嫣，你这是什么意思？愤怒之下的我直呼他的名字。他也知道自己这件事做得很让人恶心，并没有计较我的无理，低着头不敢看我。没什么意思，公司要发展，刘强比你更适合这个位置。我被气笑了。当初你苏家破产之际，刘强跑的那叫个快啊！只是一夜，人就已经出了国，甚至还不要脸的将苏嫣为数不多的积蓄都卷走了。在苏嫣质问的时候，很不屑地说道：“我没兴趣跟你一起受罪，咱们分手了，以后不要再联系。”说完就拉黑了苏嫣所有的联系方式。那一晚，苏嫣彻底的崩溃了。她从小就是含着金汤匙长大的大小姐，这种落差让她难以接受。我找到她的时候，她醉醺醺的，刚从酒吧出来，身边还有几个不怀好意的男人。我喜欢她，从大学开始就喜欢，我不能看着她就那么自暴自弃。那时候我正准备创业，为了她，我放弃了自己的一切，开始帮苏嫣稳住公司。刘强看着愤怒的我，直接推了我一把，顺手搂住苏嫣的腰肢，神态很是亲昵。我和小嫣只是分开了一段时间，你就是个替身，现在我回来帮他了，谢谢你的付出。看着那张脸，我愤怒的已经控制不住自己，一拳就将人打倒在地。办公室内一阵慌乱，好半天我们才被人拉开。苏嫣护住了刘强，恼怒地瞪了我一眼，然后心疼地看着刘强：“阿强，你怎么样了？白帆，你实在是太过分了。”我擦了擦嘴角的血，往后退了几步。我过分？苏嫣，你有没有良心？这几年我是怎么对你的？你们苏氏差点破产，是谁帮你力挽狂澜的？他刘强一声不吭的直接抛弃了你，是谁一直扶着你走下去的？在你束手无策、举目无亲的时候，是谁倾尽一切帮你的？苏嫣头也不抬，声音中充满了嘲笑。那又怎样啊？我有求你吗？都是你自己上赶着做的。听到这话，我呵呵笑着，笑得很难看，笑得很心酸。苏家最难的时候，我义无反顾地进了苏氏，我没日没夜地陪他策划项目，忙得顾不上回家，帮着他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无知少女成长为公司总裁。不论有什么风雨，我都坚定地挡在他面前，哪怕我的身躯并不强大。我们一起走过风雨，关系也越来越密切。他也时常用爱恋的目光看着我，我成了他的唯一。2年前，我终于签下了一个大单，苏氏彻底地摆脱了破产。庆功宴上，我单膝下跪，向苏嫣求婚。苏嫣愣了一下，将我扶了起来。阿帆，我们已经在一起了，但现在公司还有好多事情，我不想考虑结婚的事情，你能等我吗？他害羞地低着头，我却傻愣愣的没听出话外之音。无论多久，我都等你。为了他，我付出了所有，只是我再也等不到那个女孩了。苏嫣自己也知道，公司能有现在的规模，全是靠我努力。她不敢现在就把我踢出公司，
但也没让我好过，居然把我调去给刘强做助理，想让那个草包尽快掌控公司。整个苏氏都是我一手打造的，公司的上上下下都是跟了我好几年的老员工了。说到威信，苏嫣也比不过我，在公司里说我是无冕之王也毫不为过。刘强的横插一杠，受打击的可不仅仅是我，连我这个最大的功臣都能被卸磨杀驴，其他人更是不在话下。公司里人人都在给自己想退路，对于刘强也是阳奉阴违。好多关系比较好的同事都很关心我，白哥，你真的就这么放弃了？那个姓刘的一看就没本事，跟着他公司就完了。我心里面自然是不甘心的，其实也在思考自己的出路。对于刘强的窘境，苏嫣看在眼里，她甚至专门召开会议给刘强撑腰，害怕我捣乱，专门没通知我参加。其实我真的很想知道，一个抛弃过他的渣男到底有什么好的，甚至放弃我这个正牌男友和公司功臣，也许真的是初恋回头，现任必输吧。不过我也有我的底气，整个苏氏我也是股东，甚至还是占股20%的大股东。只是我低估了苏嫣的无耻，她居然还惦记着我的股份。她约我见面，特地制造了暧昧的氛围，试图唤醒我那颗已经冰封的心脏。白帆，你要是真的不想给刘强当助理，我可以让你离开，但那些股份是我的，你不能带走。无耻啊！不仅背叛了我们的感情，还想着让我一无所有的离开。我冷漠地看着他，还是一样美丽的脸，只是陌生的可怕。苏嫣，做人要讲良心，用我说说那些股份是怎么来的吗？够了，白帆，我知道你为苏氏付出了很多，我很感激你，但没了你，公司一样会运转。但你会关心我吗？不会，满脑子都是工作。不像刘强，他会关心我的身体，关心我累不累。我嗤笑几声，这女人恋爱脑发作还真是可怕。她能每天锦衣玉食，靠的是什么？几句不值钱的关心，还不是我辛勤的工作。叹了口气，我还是问出了心底里最想知道的答案，哪怕我早就猜到了。你曾经爱过我吗？苏嫣有些心虚，不敢看我的眼睛。没有，只是那时候我需要有人陪着我罢了。我很感谢你，我明白了，自嘲地笑了笑。几年来，他一直都在欺骗我的感情，作为我的女朋友，却从没爱过我。我一直在为这段感情付出，却换来了背叛。现在还想卸磨杀驴，想知道的全知道了，不想知道的也知道了。这里我该离开了。和苏嫣的感情是我错付了，但我为公司的付出，一分不少的要拿回来，没得商量。这次的见面算是不欢而散，我还是尽职尽责的准备着手里的项目。毕竟只有公司好了，我才能将股份卖个好价钱。这个公司不仅仅是苏嫣的，也是我的心血。感情已经没了，没必要为了那对渣男贱女再失去金钱。钱我是不会放手的，我付出的辛苦要成倍的拿回来。但我到底是小瞧了苏嫣，或者是小瞧了她的无耻？就在几天后，甲方的金主爸爸怒气冲冲地给我打来电话：白帆，你们公司怎么回事？为什么突然修改合约？以前谈好的事情为什么会无法履行？我懵住了，不可能啊！这个项目是我一直跟进的，从没有人跟我说过有调整的啊！安抚了一下对方，叫过助理，把项目资料拿过来，核对一下哪里出了问题。助理半天没说话，也没去拿资料，对上我质疑的目光后，这才结结巴巴地说道：资料1个星期前就被苏总拿走了，说是不让您负责了，让刘总全面负责，甚至还将我们的备份全部删除了。
白哥，苏总这次太过分了，我们项目组原本是不同意的，但苏总用开除我们作为威胁，我们也没办法，而且他不让告诉你。虽然我很愤怒，但还是一声不吭。苏嫣做出这种事情，我一点都不意外。这些天已经不少了，不在乎多这一件。我知道了，你出去吧，就当没发生过。还没等我想清楚该怎么处理这件事，苏嫣就怒气冲冲地找到了我。白帆，这个项目你去找甲方重新谈一下，合作出了些问题。话说得轻描淡写，要不是甲方已经打来了电话，我还不知道出了那么大的问题。这女人的心理素质还真好。看着苏嫣扔过来那堆乱七八糟的资料，我翻了个白眼。抱歉啊，苏总，1个星期前你不就把项目交给刘总了吗？我干不了，您另请高明。苏嫣见我不接，气得牙痒痒。白帆，这个项目以前就是你对接的，现在出了问题，你要负责的。我很淡定地看着他，他越生气我越不怕。你也知道这个项目是我对接的，既然是我的，为什么不经我的同意就给了别人？您倒是给个解释啊！你说你不喜欢我，成，没问题，我退出。但你拿我的项目讨好你的小情人算怎么回事？现在他没能力拿下来，甲方要赔偿了，你又想起我了，想让我去收拾烂摊子，凭什么？苏嫣，你就是这么做人的。苏嫣见我油盐不进，也知道这事他办得很卑鄙，有点尴尬，真难得。原本他以为我已经将项目谈妥了，剩下的执行应该不会出现问题，这才想要给刘强增添一些功劳，却没想到那个蠢货连这种不用脑子的活都能搞砸了。但苏嫣还是放软了态度。阿帆，这次的事情确实是我不对，你别生气了。我也是想着让他熟悉一下公司的业务，他还小，有些事情太毛躁。小，这借口真好。要是我没记错的话，刘强是我和苏嫣的学长，比我们都大的吧。苏嫣见我还是没松口，开始打起了感情牌。公司是咱们的心血啊，你就忍心让这一单赔了吗？那可是公司今年利润的1半啊，说不定公司又会陷入破产危机的。你帮帮我好不好？我发誓以后都不会这样了。现在只有你能拿下这个项目了。叹了口气，这个项目是我的心血，我确实不忍心，但想让我就这么轻易的给他们收拾烂摊子，让他们坐享其成，那也是不可能的。可以按照公司董事会的决定，拿下项目的奖励是2%的股份。苏总还记得吧？只要兑现了，我立刻就去。这确实是公司董事会的决定，只是那个时候我一门心思都在苏嫣身上，也觉得自己20%的股份足够了，就婉拒了。现在我就是重提，苏嫣的脸色不太好看。阿帆，之前是你放弃的，现在提这个不合适吧？我玩味地笑了笑，那就不知道未经我同意把项目交给别人合不合适了。苏嫣纠结了，这件事她没理，但也不想放弃股权，项目她也不想放弃。良久之后，她抬起头，眼睛中已经没了那股撒娇的意思，公事公办了起来。阿帆，股份你已经放弃了，不可能再给你的，但这件事确实是我不对，作为补偿100万，跟股权价格基本是一致的，你该满意了吧？我点点头，让他总裁办将情况写清楚了发给我，毕竟我现在完全不信任他。这件事苏嫣已经记恨上我了，之前可能还有所愧疚，但现在只有恨。趁着我去谈判的时候，将我的办公室给端了，甚至在刘强的指挥下，我连办公室都没了，跟项目部的小职员坐在了一起。等我拿着合同回到公司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做完了。哟，
我们的白助理胜利回来了，大家鼓鼓掌啊！说着就想拿走合同，却被我躲开了。100万还没到手呢，我不信任他。白助理还真厉害，这么快就把甲方搞定了。他转身就亲吻上了苏嫣，完全没有一丝尴尬。小嫣，白帆这么厉害，你不会移情别恋吧？苏嫣娇羞地笑了笑，回敬了一个吻。怎么会呢？阿强，你是我的最爱。白帆，他打拼了这么多年，只会工作，以后他当你的助理，你指挥他就行。他看向我的时候，脸色变得公事公办起来。合同拿来吧。我没理他，径直走到了碎纸机旁边。说好的奖金呢？苏嫣冷哼，以后再说。我要合同，给我。早就猜到这女人要搞花样，以后再说，那就是没有以后了。掏出合同，我放在了碎纸机上。给钱，不然销毁。苏嫣气得脸色都白了，但她知道我做得出来，半晌才气哼哼地给财务打过去电话。直到我手机传来银行进账的信息，我才冷笑几声，将合同扔了过去。他拿着合同仔细检查了一遍，很满意。既然合同重新签过了，那还是阿强你来跟进，这次可不能再搞砸了哦。刘强大笑着将苏嫣抱起，激情热吻。小嫣，我保证，其实这次也不能怪我啊。那个甲方是个老富婆，看我的眼神都透着占有欲。哎，白帆，你不会是牺牲了什么吧？砸碎。我冷笑，却没动怒，露出一个足以让赤道冰封的笑容。我伸了伸拳头。刘强现在想起他打不过的事实，只得笑了笑，尴尬地躲在了苏嫣身后。开个小玩笑罢了，别那么小心眼。他怕我，苏嫣可不怕，还是这几年我把她宠坏了。白帆，开几句玩笑，你摆什么臭脸？再说了，甲方我又不是没见过，确实看你的眼神不对，谁知道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交易？这件事上我不想再做计较。刘强的意思很明显，让我动怒，让我离开，最好能把我送进去。离开是一定的，但动怒不值得。现在还有另外一件事需要解决，办公室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该给我个交代？我声音很冷漠，不带一丝感情。苏嫣愣了一下，这才想起她前几天干的事情。白帆，你凭什么要办公室？之前我已经说了，你现在是刘强的助理，你的座位在哪？是刘强说了算的。什么时候公司规定助理也有独立的办公室了？记好了你的身份，你是公司的员工，记好了。我双手抱胸，冷冰冰地看着苏嫣，她也毫不示弱。周围的空气都凝固了，就连刘强都不敢发出一丝声响。到了最后，苏嫣虽然心虚，却仍然不退让。白帆，办公室已经给了刘强，你别闹了，等以后有了空的办公室，我再给你安排。我从包里拿出了一份离职协议，递了过去。苏嫣愣了一下，却还是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协议是我早就准备好的，这种环境我是不可能再待下去的，只是提前了不少。在我转身离开的时候，刘强那个贱人在身后用胜利者的语气嘲讽我：白帆，你可想好了，只要你走了，苏氏再无你的容身之地。我看你给公司辛苦了3年的份上，给你个机会，跪下给小嫣道个歉，以后你还是我的助理。看着湛蓝的天空，我整个人都是轻松的。以前是我太执着了，让自己活得很累，现在想想还真是可笑。陪伴了苏嫣3年，为苏氏打拼了3年，我得到了什么？无情的背叛。但他苏嫣是不是忘记了苏氏是谁拯救的？我离开了，也会收走我给你的一切。你苏嫣就等着跟3年前一样，在街角的酒吧烂醉如泥吧。只是这一次，再也没有第2个白帆过来拯救你了。
脑海中还在胡思乱想，却被手机的铃声打断了。看了看名字，我沉默了一瞬，还是接听了。白总，我想喝咖啡了，能有幸邀请您陪我吗？手机里传来一个悦耳的声音，让我笑了。沈总，我离职了，您确定要请我喝咖啡？当然，我看中的是你。离职了，不是更应该坐一坐吗？或者酒也可以。他的声音充满了愉悦，顺便还可以聊一聊沈氏集团。我们有块新业务，正需要白总这样的人才。苏氏的死对头正是沈清姿的公司，两边的积怨从老一辈就开始了。当年苏氏破产，就是沈氏集团的手笔。当年也是我拼尽全力，拿下了好几个项目，这才给了苏氏喘息的机会。沈清姿很欣赏我，一直都没放弃要挖我的决心。只是当年我一门心思爱着苏嫣，从没答应过。但私下里，我和沈清姿其实关系还不错，算得上是朋友。现在想想，沈氏集团是个好去处，只是这个节点，估计沈清姿的想法也不是那么单纯。只要沈总信得过，什么地方？沈清姿的公司这几年愈发强大，于公于私我都得去。自己虽然离开了苏氏，但只要还在这座城市里打拼，沈氏集团都是绝不能得罪的。况且想要搞垮苏氏，我还真得求着人家，人家就是不找我，我也得上门拜访。沈清姿一身黑色的小礼服，将她绝世御姐的风姿衬托得淋漓尽致。尤物，还是一个很有手段的尤物。只要不是恋爱脑发作，主打清纯路线的苏嫣完全比不过沈清姿。虽然长相不相伯仲，这也是两个女人结怨的一个原因。沈清姿大方地招呼我，仿佛要昭告天下。我笑了，这女人还真是小心眼，抓住一切机会示威。她约我喝咖啡的地方就在苏氏不远处，很多苏氏的员工都会没事过来坐一会儿。这小心思完全不用猜，不恋爱脑了，舔狗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早该放下了。他一直都不爱你的，不然你几次想要求婚，他为什么都没答应？就是你傻。苏氏能有今天全是你的功劳，这才刚好了没多久，居然就玩鸟进弓藏那一套了。你呀，还真是可怜，毒舌加挑拨，每次都是这样，但都是实话。我笑着摇摇头，清醒了，不属于我的不要强求，重新再来呗。一句重新再来让沈清姿回味了一下，看得我有点好笑。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御姐总裁吗？他一脸认真地看着我。苏氏的股份我要了，你开价吧。轻笑着摇头，制止了他想要劝我的话。不卖，那个股份是苏嫣的，我必须让他买回去，那是苏氏欠我的，一分都不能少，自己的仇自己报。沈清姿笑了，他知道我的意思，只是笑得太开心了，而且目光有些不知名的灼热。换个地方吧，我想我们有好多事情要谈的。他挽起我的胳膊，那种亲热伴随着他身上好闻的香水味，让我一阵心虚。见我想要挣脱，他更加用力了，还在我耳边调皮地说道：目的达到了，千万别乱动哦。我瞬间明白，用眼角的余光扫视了一圈，店门口的车是素颜的，虽然看不清车里的情况，但我确定苏嫣在。我们就像一对情侣一样亲昵地坐着沈清姿的车离开了。在路过苏嫣车的时候，我都能听见里面砸方向盘的声音，这就急了。没关系，让你更急的还在后面呢。等我和沈清姿谈完了事情，手机上至少有上百的未接电话，信息就更多了，都是苏嫣的，还真是沉不住气，没兴趣接，也没兴趣回信息，甚至连看都没看内容，就直接将手机关了，让子弹飞一会儿。
到了晚上，我才刚到家，苏嫣已经等在了门口。这一刻，我是庆幸的。要是我没换掉房门密码，那家里不就被垃圾污染了吗？白帆，你今天一天都跟沈清姿在一起，对不对？他张口就是质问，仿佛受了多大的委屈。我一脸玩味地看着他，然后下了逐客令：苏总，我已经不是你的员工了，还请你离开。然后我就不再说话。苏嫣恼了，这几年我从没对他说过重话的。你和沈清姿那个贱人待了整整一下午，是不是？我就知道你和那个贱人有一腿了，难怪你离职那么痛快。你这是背叛，渣男！他以前就喜欢你，这下子你如愿以偿了是吧？你居然背着我出轨，还说爱我，你够虚伪的。沈清姿不过就是跟你玩玩，目的是你手里的苏氏股份，那些是我的，你赶紧还给我。我看着他在那里发疯，心里面没有任何的愧疚，这都是他自找的。以前这种事情也不是没发生过。在公司刚有好转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合同，对面谈判的是个女人，很漂亮的那种。那时候我和苏嫣刚在一起，她有些吃醋，说什么都要一起去。对面谈判的代表很厉害，我不得不打起12分的精力应对。苏嫣觉得我忽略了她，还是为了别的女人。当场虽然没发飙，但回去以后砸了不少的东西。我安慰她，她也向我道歉，说是不想我和别的女人走得太近，我是她的，永远不能离开她。但事实上呢，她只是把我当成一条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狗罢了。什么男女朋友，那都是她的手段而已。她高兴了就给你好脸色，亲亲抱抱举高高，不满意了就瞬间变脸，恶语相向，见我还不理她。苏嫣气急了，白帆，你不就是生气我把刘强带进公司了吗？有什么好闹的？我真的很累，公司每天那么多的事情，你就不能体谅我一下吗？你每天忙得见不着人，我也需要人陪的好不好？我看了看表，很是无语。苏总，请您离开吧，很晚了，您在我这不合适，毕竟我们没什么关系了。苏嫣泄了气，然后可怜巴巴地看着我，阿帆，你不要理沈清姿好不好？她只会玩弄的感情的。你回来吧，公司还给你留着位置，我不让你给刘强当助理了好不好？好几个合同他们都没拿下来，你回来帮帮我好不好？毕竟咱们那么多年的情分在这呢。我摆了摆手，指着电梯的方向，苏总请回吧。冷漠的态度让苏嫣一下子泄了气，但还是做着最后的努力。阿帆，你帮帮我吧，那几个项目只有你能拿下来。我知道你还在因为办公室生气，等项目拿下来，我给你换一间更大的办公室好不好？你和沈清姿见面的事情我不再追究了，行吗？看着这个女人，我真的是没什么话好说了，还在那抹眼泪，好像我欺负了她似的，又好像她的妥协是多么难得。看她没有走的意思，我也只能绝了她的心思，省得以后再来麻烦我。苏总，您需要人陪，刘强做到了，所以我和你也没什么情分了，别说的那么亲密。您已经批准了我的离职，我和谁在一起跟您也没关系，请您不要干涉。您也说了，刘强是副总，大小事务由他做主，项目的事情还请您找他。至于办公室的事情，您觉得我信吗？就像之前的项目一样，你嘴里说出的话，除了欺骗就是欺骗，请您立刻离开，不然我就报警了。白帆，你混蛋！他尖叫着，不敢相信舔了他那么多年的我会这么绝情。要是没那些项目，公司会破产的啊！你说过的，要一辈子陪我的，我不能没有你。公司是我们两个的心血，你怎么能说放弃就放弃？懒得废话，我拿出了手机准备报警。
苏嫣见到今天是没办法达到目的了，这才悻悻地离开，冷笑着看着电梯下行。这女人还真是够没底线的，为了初恋抛弃男友，还想让男友回去当牛做马。她以为我是什么终极舔狗吗？现在我才不怕苏嫣呢，手里的股份就是最好的武器，我要让她吐出本属于我的一切，连本带利的吐出来。刚坐到家里，刘强挑衅的电话就来了，直接挂掉，再打再挂，反复10几次，终于安静了。他发来了一段信息，向我宣示着主权。白帆，你还真是可怜，别以为苏嫣去找你，你就还有机会。告诉你一个喜讯，我们下午领证了，你这么多年打拼下的公司，现在不姓白，而是姓刘，是不是很高兴啊？舔狗，别以为你手里有点股份就能怎么样，迟早我要将你扫地出门，1分钱都不会给你的。随便看了一眼，就将手机扔到了一边。真无聊，只是我的度量没那么大。想了想，我将刘强的家庭信息编辑了一份，发给了沈清姿，那边回复得很快，只有1个字：好。刘强家在一个很偏远的小县城，父亲早年病死了，只剩下一个母亲，含辛茹苦地将他拉扯大。因为贫穷，他家时不时的需要亲戚家接济，那现在他都发达了，怎么可能不去回报一下呢？沈清姿的动作比我想象的还要快，第2天一早就让人登门送礼，说是希望刘强家的亲戚给说说好话，促成谈判。这下子他家所有的亲戚都坐不住了，自己家里居然出了个有出息的啊，娶了公司女总裁，天大的喜事啊！于是他的那些亲戚就动心了，自己家别的没有，人手还是很多的，那么一家大公司，万一自己人被欺负了怎么办？必须帮着撑场子。在他母亲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坐了一火车人，直奔苏氏集团而去。刘强环视一圈，他母亲、舅舅、叔叔、伯伯，还有很多叫不上名字的亲戚，可以说是能喘气的都到了。我以前的同事还悄悄地拍下不少视频，拉着我一起看，他们早就受够了，只是现在还没有下定决心。我估计只要沈清姿勾勾手指，有能力的全都得走。视频里，刘强的母亲一脸受气的样子，小心翼翼地给苏嫣赔着不是，却话里话外都是挑拨。儿子，我知道你是入赘，也知道我们的身份低微，不敢让儿媳妇敬茶。我今天来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见一面，看看你过得好不好。儿媳妇啊，你别多想，是我没提前说，你别怪阿强，我真的爸不是乞丐，也不是过来闹事的，你别叫警察啊。刘强一阵心慌，自己的妈苦啊，一个人将自己拉着大，结婚了连儿媳妇都没见过，自己太不应该了。妈，小嫣不是故意的，以前专门有人雇佣乞丐闹事，所以才误会了的，她真的不是那个意思。他的母亲立刻就流出了眼泪，哭声越来越大。儿子啊，是妈给你丢人了，咱家是穷，妈这就走，绝不打扰你们，放心吧。但你跟儿媳妇说说，妈真的不是乞丐啊。眼看母亲满是皱纹的面容和粗糙的双手，刘强泪目了，自己真是混蛋，没让母亲过上好日子。苏嫣也被闹得手足无措，她怎么知道那些穿得破破烂烂，一来就要往里闯的人是刘强的亲戚，带头的还是他的母亲。阿强，这件事是我错了。还没说完话呢，就被刘强的四舅妈给打断了。她是县城里有名的泼妇，是个会告状的。阿强啊，你这是有了媳妇忘了娘啊？结婚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跟家里说一声呢？最起码也得让家里知道你过得好不好吧？咱家跟人家差太多了，
你可得好好对待人家啊！你看看人家穿的，一看就是上流人士，我们不过来给你丢人。放心吧，就是豪门太太不好娶，你要是受了气，可千万要忍住啊！咱家里没本事，没办法给你撑腰的。得空的时候，记得多给你妈打几个电话。说完，刘强的母亲就要带着亲戚们离开，那种决绝，就跟要奔赴缅北发大财一样，假得厉害。这刘强哪还能忍？自己发达了，那不得好好回报一下亲戚吗？妈，走什么走？你跟我回家去，我得让你享福。苏嫣不愿意了，但还没办法反对，只能将求助的目光看向刘强。之前他还以为刘强没给他反对的机会，一脸深情地看着他。小嫣，你是最善良的，求求你不要赶他走，他把我养大真的不容易，好吗？苏嫣都要崩溃了，她真的不想和刘强的母亲住在一起啊，但现在她也没办法拒绝，谁让她之前将人当成了乞丐，说话还很不客气呢。不仅如此，在刘强的恳求之下，他家的那些穷亲戚也都进了公司。按照刘强的说法，他们照顾自己母亲不容易，就当养着几个闲人了。后来那些同事跟我抱怨，刘强的那些家人什么都不懂，却还趾高气昂地指挥着大家，明明是一群闲人，却还非要参与公司的运营，因为公司上下的事务全部都是刘强在负责，别人自然是不敢说什么。这些人每天除了讨好刘强跟他的母亲之外，还真的没什么存在价值。刘强每天被吹捧着，早就找不到北了。之前公司里的人没一个服他的，这好不容易有人捧了，让他找到了人生的真谛。很快，他就开始忘了自己的身份，草包属性发作，将那些什么都不懂的亲戚从保安、保洁的位置调到了项目部、采购部、财务部等等重要岗位。苏嫣不干了，但手头也没有合适的人选，只能向家里求助。很快，更多的废物进了公司。要知道，那些苏家的人之前可是被我冷着脸拒绝的，屁本事没有，还想作威作福。现在终于是如愿了，大权落在了两家的废物亲戚手里。公司的气氛一天不如一天，好多凭本事吃饭的骨干纷纷辞职。这么好的时机，我怎么可能误了？借着沈清姿的名义，橄榄枝一地，曾经沈清姿想要而得不到的那些得力干将全部收归旗下。沈清姿那几天乐得眉眼都带笑，甚至还在我抢下苏氏10几个项目之后，立他排众议，将我任命成了公司副总。整个苏氏越来越乱，两家都在争夺着所有权，正事不做，也不会做，吵架下绊子一个比一个厉害。我苦心经营的公司年底居然亏损了。要知道，我9月份离职的时候，公司至少盈利几个小目标的。这下苏嫣慌了，但情况已经脱离了她的掌控，整个公司的上上下下都是两家的人在把持，原来的职员走得差不多了，完全没有能挑起重担的。这时候，苏嫣才想起了我的好，有我的日子里，她很轻松。不仅如此，苏嫣已经快要丢掉了公司的掌控权了。在争夺中，她的股份不断被稀释，只剩下了可怜的20%。想要整顿公司，我手里的股份现在至关重要，无论如何，他都必须要拿在手里。阿帆，你在哪？我想见你。是苏嫣的电话，还真是晦气。其实我现在很后悔，没趁着苏氏股价高的时候抛售掉，现在估计损失不少。他没空。沈清姿慵懒地答了一句，顺手就挂掉了电话。我和沈清姿在一起了，是真心相爱的，现在我们还在水乳交融呢。苏嫣的电话真是扰人兴致，一如既往的讨厌。被挂了电话，苏嫣却不放弃，
坚持继续拨打。我烦躁地想要将手机关机，却被沈清姿抢了过去。她趴在我的胸前，接通了，一大清早就打电话催命呢。还有，苏小姐，你结婚了，别来勾引我的男人，你见不见啊？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自己的智商不在线，那好歹眼睛不瞎吧？白帆现在很忙，根本就不想见你，你没事消停点，再惦记我男人你就死定了。沈清姿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慵懒，却将对面的苏嫣气得浑身颤抖，她的声音都高了8度。沈清姿，一定是你勾引白帆的，你还真不要脸，白帆是我的，你这个贱人！我直接挂断了电话。清姿，一大清早别听狗叫，多恶心啊！两人又开始了缠绵。晚上，我准备了烛光晚餐，是要犒劳沈清姿的。想了想，我去花店挑选了一束火红色的玫瑰，这是沈清姿的最爱，就像她一样热情奔放。刚出花店就被苏嫣堵住了去路，现在的她憔悴了不少，那双一直让我沉醉的大眼睛也变得暗淡无光。分开这么久了，我真的回忆不起来当年为什么会喜欢他喜欢的发疯。阿帆，这束玫瑰是送给我的吗？你还记得我喜欢玫瑰？我们重新开始吧。我冷冷地将人推开。苏总请自重，我怕女朋友误会。他一下子就开始发疯，从我手里将玫瑰花夺了过去，扔在脚下，开始胡乱踩踏起来。是沈清姿那个贱人是不是？我不允许你喜欢她，你是我的，永远都是我的。冷冷地看着这一幕闹剧，懒得理他。我盘算着时间，一会儿重新买一束，时间还是来得及的。看我不理他，苏嫣停下了发疯的动作，可怜巴巴地拉着我的衣袖。阿帆，你回来吧，我知道自己之前错了，不该选择刘强，但你不也跟沈清姿上床了吗？咱们都别计较了，好吗？这女人的脑回路还真是清奇，完全不能用正常人的思维考虑。回去，苏嫣，你以为你是谁？大家都要听你的吗？你是宇宙的核心吗？我跟你不是划等号的，别恶心我。我都说到这种地步了，苏嫣仍然不撒手，还真是脸皮够厚的。阿帆，我知道的，你这么说还是在生我的气。还有，沈清姿一定说我的坏话了，你别听那些，我们好好谈谈。我一把就将人甩开，真是烦人，衣服都被他弄脏了。够了，苏嫣，我们现在是陌路人，别来烦我。可能是我用的力气大了一些，苏嫣跌坐在了地上，眼泪吧嗒吧嗒地掉了下来。阿帆，你回来帮我好不好？我真的知道错了，刘强太无耻了。我冷笑，看向苏嫣的眼神没有一丝的怜悯。苏嫣，当年他抛弃你，还卷走了你的钱，你没发现他的无耻？他舔着脸回来求你复合，你没发现他的无耻？你把我赶出公司，你不觉得你也很无耻？你今天过来找我，不就是为了股份吗？别一口一个爱我，你真的很无耻。你们俩一样的无耻，天生一对。他摇头，不可置信地看着我，似乎是不相信我会说出那么伤人的话。阿帆，你听我说，刘强他们一家人将公司搞得一团糟，他妈妈把我的生活也搞得一团糟，他妈妈还把你送我的礼物全扔了，那些我原本都好好的留着的。我不想忘记你，我爱你啊！刘强还站在他妈那边，说让我侍奉婆婆，凭什么啊？阿帆，你回来吧，我爱你的，你一定会帮我的，是不是？我摆了摆手，压根就不想听那些家长里短，他说的那些我都能想到。苏嫣是豪门大小姐出身，生活习惯怎么可能和刘强一样？两人刚在一起的时候还算好，刘强看在钱的面子上会迁就他的，但现在不一样了，公司已经被控制了，
他就是想把刘家人全部踢出去都做不到，人家自然是抖起来了。他一个娇滴滴的大小姐，怎么可能是那些撒泼打滚的刘家人对手？那些都是滚刀子肉。再次看了看手表，我皱起了眉头。我现在的时间很紧的，薪资还在等我呢。自己这个男朋友不能太不称职了啊！放着漂亮的女友不要，跟这个脑残女废什么话呢？苏总，请你清醒一些，你是有老公的人，不要一口一个爱我。我对你的心路历程不感兴趣，我还要去找我的女朋友，请你立刻滚！一个滚字，让苏嫣脸色白得吓人，但还是咬牙说道：好，阿帆，我滚。但苏氏的股份你是不是该还我了？我停下离去的脚步，玩味地看着他，终于说到重点了啊！1个亿股份你拿走。苏嫣脸色都变了，现在也不打感情牌了，也不装柔弱了。白帆，你太过分了，那些股份最多值1000万的。过分？是啊，股份确实只值1000万，但我就要1个亿，爱买不买。你是不是以为撒娇我就会将股份送给你啊？一下子戳破了苏嫣的心思，她有点气急败坏。那是我的股份，你还给我是天经地义。伸出一根指头摆了摆，我嘲讽地说道：苏总，我不是那个对你百依百顺的舔狗了，也不是你的员工，那些股份是我用命换来的，你不买没关系的。下周我直接用股份做抵押给高利贷，你觉得怎么样？苏嫣不可置信地看着我，没想到我会如此歹毒。这一刻，她才知道那个舔狗已经死了，被他亲手杀死的。讨价还价了半天，我们总算是达成了一致。我也知道，按照10倍的价格，他是不可能买的，但生意嘛，重在谈。5倍的价格。我很满意，这也是苏嫣能拿出来的所有流动资金了。转身又买了一束更加鲜红娇艳的玫瑰，沈清姿幸福地送上了热吻，美人财富双丰收，人生赢家。第2天，我才刚到公司，小助理就神秘兮兮地找了过来：白总，吃瓜啊！说完就递过来一个平板，我看了一眼，旷世大战啊！是苏嫣的办公室里，苏家人和刘家人都在，看样子不嫌事大的人还挺多。刘强一把就将薅起了苏嫣的头发：苏嫣，你个贱人，你居然偷偷去找白帆，是不是我喂不饱你啊？你已经结婚了，还想着出轨，还真是贱！苏嫣抓起桌子上的东西就砸了过去，下手还挺狠的。我就是去找白帆了，你想怎么样？说我贱，你怎么不说自己就是个废物？公司被你弄得都快破产了，你能算清楚你弄丢了多少合同吗？要是白帆还在，公司只会越来越好，你只会花言巧语的哄我。你怎么不会工作啊？你不是很厉害的吗？我呵呵笑着，还真是讽刺啊。公司效益好的时候，说我只会工作。他选择了能陪他的刘强，现在后悔了，又嫌弃刘强只会陪他，不会工作。白帆，怎么后悔了？别忘了，当初是你要赶他走的，也是你主动放弃的他，也没少侮辱他吧？后悔晚了，苏嫣才不会承认是自己的问题呢，是后悔了，后悔没把你家那些穷鬼都赶出去。一个个什么都不会，还在那里耀武扬威的。你等着，我一会儿就报警，他们没少捞吧，全都得给我吐出来。穷鬼，行啊，我们好心好意过来帮你，你不领情，还污蔑我们，说我们捞钱，你家人也没少捞吧？不为了钱，谁跟你在一起啊？除了白帆那个傻子，你还真以为自己是香饽饽啊？两家的亲戚对峙着，但最终大家还是克制的，因为苏嫣是公司的法人，一旦报警，他们都得进去。但这段视频流出去，还是给苏氏的形象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很快，
公司除了个空壳子，什么都没了。沈清姿查得很清楚，视频是刘强安排人发出去的，目的很简单，想要把苏嫣彻底赶出公司。不过我已经没时间搭理这些事情，股权已经出手了，没什么值得我关注的东西了。在沈清姿生日那天，我单膝跪地，掏出了准备已久的钻戒。清姿，嫁给我吧，我会呵护你一辈子的。沈清姿愣在了当场，手里的文件掉了都没察觉。身后她的朋友爆发出一阵哄笑。就在我以为求婚失败的时候，她的闺蜜哈哈大笑着出来解释：白帆，你们两个还真是天生一对。你知不知道青姿其实是打算在今天向你求婚的？我懵了，难道我们真的是心意相通，求婚都能选在了同一天？青姿，我话没说完就被他堵住了嘴。阿帆，你知道吗？其实从我看你的第一眼，我就喜欢上你了。可惜你的眼里只有苏嫣，我好想你能站在我身边。今天终于如愿了。很快，我们订婚的喜讯传遍了全城。按照沈清姿的要求，在苏氏大楼前面开展了庆祝活动。这女人的报复心实在是太强了。沈清姿的原话就是：我要让苏嫣好好看看她的眼睛到底有多瞎，放着宝藏不要，偏偏要去捡垃圾。我只是宠溺的点点头，任由她胡闹。我找到她的时候，她醉醺醺的，刚从酒吧出来，身边还有几个不怀好意的男人。等因为过失致人死亡，她被抓了。她最后的愿望是见我一面。原本我是不准备答应的，沈清姿却一反常态地劝我去见一面吧。其实她也挺可怜的，就算是你们之间的了断，隔着铁窗，苏嫣早已经没了昔日的光彩。她开始说起了后面的事情，我静静地听着。和刘强彻底闹掰之后，苏嫣开始着手解决公司的问题。因为两家蛀虫太多，苏氏已经濒临破产。刘强那颗过于好用的脑袋又开始转了，想要重复几年前的操作。他背着苏嫣悄悄抵押了手里的股份，套取了一大笔钱。在转移到国外的时候，被苏嫣发现了。苏嫣跟他厮打在了一起，激愤之下，失手将人推到了楼梯下面，刘强当场死亡。阿帆，我是真的后悔了。要是时间真的能够倒流，我是真的不会再选择刘强的。他毁了我的人生，毁了我的公司，也毁了我的爱情。是我对不起你。曾经我真的很爱你，但我知道永远都配不上你了。我祝福你和沈清姿，希望你幸福。叹了口气，看着苏嫣原本明亮的眼睛，现在没有一丝生气，娇艳的脸庞也变成了蜡黄色。说不难受那是不可能的。不管怎么样，我是真心付出过的。苏嫣，时间不能倒流。你说的对，我们再也不可能了。从你选择了刘强的那一刻就不可能了。但我原谅你了。听到我原谅他的话，他笑了，似乎是如释重负一般。等我走出来的时候，沈清姿站在外面，笑得很灿烂。走吧，跟懵懂的青春告了别，以后你就是我一个人的。我没说话，只是宠溺地刮了刮他的鼻子。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